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柏林。来到瑞士格林德瓦挑战近距离欣赏少女峰，但我却差点被高原反应击垮。这趟不走回头路的行程，沿路经过的美景都让我们叹为观止。下山之后，把握时间前往因特拉肯，没想到黄昏的布里恩之湖超美。如果你也计划前往瑞士格林德瓦，这集影片绝对值得你看到最后。早安，格林德瓦。哦，你是小猪，不是格林德瓦。我们等一下应该要坐这一班8点15分，代号 CC64，要前往小夏代客站。出发之前呢，小猪必须要在格林德瓦的售票亭，要先买票哦。我们先坐火车上去，坐爱德下来。哦。车厢内很可爱。上山的第一段要坐在别听说风景比较好。要先前往小夏代客站，沿路坐齿轨列车上去少女峰。我刚刚问他说一张原价其实一个人是200瑞士法郎，但如果你用 Swiss Pass 的话呢，一个人就是大概是148块，差不多打了7折左右，就是也是不便宜。今天早上我赶着叫你出门，就是因为我早上有看那个 webcam，然后今天天气也很好，所以呢，我就趁天气好的时候赶快上山，然后赶快趁人没有那么多的时候看完，然后下山。计划通。对。差不多要搭30分钟左右才可以到小夏代客站。火车的窗户也是可以打开的，你就可以看到早上很漂亮的风景。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那边也有缆车，那个是爱格快线。你也是可以选择从格林德瓦搭爱德快线直接上少女峰，那个会快很多。那我们想说，就难得来了，我们就走不同的路线。下山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再从上面搭爱格往下走。抵达小夏代客站，高度已经比昨天在瑞吉山还要来得高了。然后我们要在月台21转乘这一班编号 CC65，就是要去这个地方 Eger Leicester。列车的配色很有圣诞节的感觉。外面超冷的，准备了一顶这种保护耳朵的帽子。这边可以爬山的火车大部分都是齿轨列车，中间就是有锯齿状的另外一条轨道，帮助火车可以爬山的关键。这一班的路线只有我们2个人，然后站务人员就说：“哎，跟着他走，私人导览的感觉。”为什么？因为还要检票。到这边之后，要继续把你这张拿出来。我们要搭乘9点15上去少女峰，Jungfrau。Top of Europe， 小猪刚才有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Top of Europe， 它并不是欧洲最高峰的意思，它其实指的意思是说欧洲最高的车站。中间有放我们在埃斯米尔这一站，可以看一下，也顺便适应一下这边海拔的高度，用眼睛看的美景。Yeah， 好赞！基本上在埃斯米尔这边就是短暂停留，讲话尽量慢一点。调整一下呼吸，等等，大概9点41就可以到最上面那一站。现在已经很高了，在埃斯米尔已经有3159公尺。抵达啦，下车，顺着这边的指引。真的建议大家在这边呼吸要缓慢，讲话也不要太急促。毕竟你来到海拔4000公尺，一切就慢慢来。让你的身体也适应一下。那这个电梯上去应该就是一个平台了，这上升的速度是蛮快的。哦，哇，这很漂亮哎，超美的。哇，只是山上阳光也是很大。哇哦，太美了吧！这边往下看，很壮观。可以跟这个框框合照，拍出去太美了吧！这个就是少女峰，如果对照这边的图的话，应该就是前面那一座。这个位置我觉得是最好可以拍少女峰的位置，可以这边看过去，美美的。这边有特别的鸟它怎么有办法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生存？那只鸟感觉也不太会怕人，毛色是真的蛮漂亮的。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卖点，就是阿莱奇冰川。
然后它在2001年的时候被列入世界遗产，因为就是全球暖化的关系，它就是每年的面积范围都在缩小当中。现在外面大概是-8度到-10度中间。虽然这个景观很厉害，但我觉得在这边盖这个建筑物更厉害，必须要感谢前面的人，他建起了这个平台，我们现在才有办法在这边欣赏这片美景。很像迪士尼的那个游乐设施，都有点像大怒神的感觉，一个巨型水晶球的概念。然后我们再往前面走，它就可以发现到墙壁上这边是当时建造的过程，这边都有搭配音效，让你有深入其境，一种沉浸式体验。继续往前走，这里是冰宫的隧道，我们跟着小猪慢慢滑步前进。墙壁也是很冰，走到里面有些冰雕。这个艺术蛮漂亮的，这太酷了吧！这是冰做的钢琴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走路太快，现在头很晕，找个地方赶快坐下来休息一下。没关系，你晕一下，这边随便都是上木风，这边有一个户外的平台，可以举那个瑞士国旗，可怜，休一下。刚刚不舒服的症状已经缓解许多，然后我们要到前面排队跟瑞士国旗拍照，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拍照点。估计了一下，这边排队可能要20分钟以上，直接利用旁边的小国旗，一样是可以拍，比较不用排队。在这边近距离看一下少女峰，心情真的蛮好的。谢谢旅游之神，今天给我们一个超好的天气。带着幸运小猪出来，就会有好事情发生。好冷我们在上面这样子拍照逛逛，加上坐着休息，差不多也待了快2个小时。小猪玩开心了吗？开心的就下山。这个展望台是海拔3454公尺，离少女峰很接近。走下来之后，这边就是纪念品店了。瑞士很有名的天梭表。点了一杯咖啡，4.8法郎，大概台币180，就可以坐在这边看外面的风景。我没有点餐的原因是因为餐点很贵，所以我就点咖啡而已。刚刚小猪有带我去玩找 webcam 拍照，官方认证，它是每10分钟就是会更新一次，所以我们刚刚有算时间。10分的时候我们在排队拍照，然后40分的时候，对，虽然说它会把人脸都码掉，但是就我们看衣服好了，这就是我，这是小猪，算是另外一个留念的感觉，蛮好玩的。很多人他去那边点那个辛拉面。然后这辛拉面就是有点超乎我的意料之外，超贵，一碗辛拉面就是9块法郎，热水要另外计费，是4.5法郎。你吃东西需要餐具吧，筷子要1.5法郎，整个 set 下来换算台币550元左右，超贵。现在准备要离开了，回程一样要拿出这张票出来，现在要来去搭乘艾格快线。这个就是艾格快线啊，超大的缆车。一台感觉可以坐蛮多人的，小猪已经锁定好位置了。Yeah. 来吧，速度很快耶！你后面那个颜色很漂亮，超快的。我们从上面搭下来只要15分钟的时间。如果你们是来这边滑雪的话，一样可以再从这边搭上去。真的超多人来格林德瓦这边滑雪的。我们现在要回饭店的话，就是要去巴士站，大概8分钟就可以到。跟着这个指标就可以到巴士站了。这一栋蛮多商场的，也有很多在卖雪具的店家。对啊，那衣服都做得蛮漂亮的。没错，选择比台湾多很多。路过了一个地方，是他们滑雪滑下来的终点，蛮帅的。大家就从那边滑下来，走到 A 月台，这边就是等121的，1点55分有一班，坐个5站吧。有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，也跟我们一样在等车，那毛色很漂亮。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路线，早上决定坐齿轨列车慢慢上山的原因就是
齿轨列车的车站距离我们是比较近的，沿路搭上去，然后小夏待客啊，这样慢慢的晃上去，也是很多很漂亮的风景。艾格快线的话，就是这一站就离我们的饭店有点距离，如果用走路的话是真的蛮远的。所以小猪现在规划的这条路线呢，以我们饭店的地点来讲的话，这个路线我觉得是 perfect 最好的那种。你几乎都达到了，然后就是没有走回头路，来都来的，就多体验一下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方式这样子。它55分才会发车。公车到站啊，到站的位置也超棒的，对面就是我们的饭店，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些美景，真的来欧洲是赚到了。听说来瑞士1个礼拜有3天好天气的话，就算很幸运了。今天是第4天，我们有4天的好天气，超赚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房间的阳台。我是觉得这边的风景还不错，简单休息一下，等等再出发去别的地方走走。自己泡了咖啡跟拿铁，搭配我们在超市里面买的蝴蝶饼干，还蛮不错的。搭配现在的天气，很赞。我们刚才在喝咖啡的时候，决定下午还有点时间去因特拉肯逛逛。搭乘2点47分 R61前往因特拉肯，说走就走。通常大家早上如果排少女峰的行程的话，可能就会在中午或下午就结束了。所以其实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再多排一个店。那有些人会再上去 First 山峰。主要去那边的话是可以玩很多类似像极限运动啊，可能大家在网络上面有看过，但因为我们还在评估啦，有没有必要花这个钱，所以后来决定说就善用我们的 Swiss Pass 来到因特拉肯这边逛一下这个小镇，因为我们昨天只是经过它，来当做是一个探险，走走晃晃。打算要来因特拉肯的话，之后可以先查一下船班，就是去游湖的话，我是觉得蛮不错的，因为就是 Swiss Pass 是不用钱。本来是打算说看能不能够来搭船，冬天的关系，所以1、2月目前没有看到有游湖的行程，有点可惜。现在这边是因特拉肯旁边的巴士站牌，我们等等打算搭103号公车到一个景点，可以欣赏一下布里恩之湖。其实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虽然是欣赏布里恩之湖，韩剧一个什么《爱的迫降》里面玄彬弹钢琴的景点。其实我们2个也没看过那部韩剧，但是就是想说去那个地方稍微踩个点。前面这班就是我们的巴士啊，103号。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小镇，下车的地点呢，跟等一下回去上车的地点是一样的，建筑也都是蛮漂亮的。后面的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雪景，不过也是不错。我觉得很漂亮，我也很兴奋。但是我说我没有像他们在公车上看到某一个场景的时候，就是那种很雀跃，就是你知道在电视上才会出现的画面的感觉。因为我们没有追那部戏，共感没有那么深。那你回去要追吗？我有点忙。听说玄彬就是在那边弹钢琴是吧？居然有说明哎。对，这边有说明。韩剧来瑞士取景是蛮厉害的。原来你要走过去那个地方是要付钱的。想要去那边取景的话，5发廊给他刷下去了，不到台币200块，你就可以去到跟玄彬一样的地方了。你现在是不是一头问号？这边人真的很会做生意。观赏一下这个地方的景色。我发现下午来这个地方蛮不错，因为夕阳往这边照，景色拍起来是蛮美的，湖面很清澈，拍照拍得很开心。这个底片回去洗出来应该会蛮好看的，感谢小花赞助。小猪小朋友来玩一下荡秋千，搭配后面这个山景，哦，很美很美。今天整个天气真的是超级赞。这个地点呢，来回大概是50分钟。你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可以赶快去拍个照。超多韩国人，应该都是看韩剧来的。我们到此一游，有拍照就好了。回到因特拉肯站啦，然后这边有一间超大的 Coop， 顺便买点东西，等一下再回格林德瓦。今天在上面小杯的那一碗辛拉面要卖9法郎，整整贵了3倍，而且分量也比较少。看到超多巧克力在做促销，
当地好像蛮有名的品牌，叫 Lindt 3片包装，打8折。结果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们这边单片包装的也是在打8折，可以凑3种不同的口味。昨天晚餐还有买很多没有吃完，所以我们来这边只买了巧克力跟一些火腿、腊肠等等。结完账就来回去吧，回家的车来啦。回到饭店啦，明天我们就要从格林德瓦前往策马特，预计会待个2天，后面也继续拍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OK， 这集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